好。是啊，这不忙着纱布呢吗？不是有特异功能吧？你行吗？啊？可以啊。真行？不用帮忙？帮什么忙？不会吧？我不会吧？谁让你自己把纱布拆了？啊？你这胆儿也挺大呀！我看看。行，恢复的不错，啊，要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按出院手续吧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这个伤口啊，离你眼睛再近一点儿，眼睛就废了。医生，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？怎么听你声音这么耳熟啊？你来过吗？你没来过呀。我跟你说啊，来我这儿看眼的没一个眼神好的。你确定我的声音耳熟？那您能把口罩摘下来给我看看吗？可以。看，嘿嘿，吓一跳吧？啊，是不是觉得我像那个？啊，演电视剧的，对吧？哦，是，就是总不演好人那个。我跟你说，我们科室每个人都说像，我看你还像唱歌的呢。行了，别贫了啊，赶紧去消费。有医保卡吗？不是医生，我总觉得我眼睛不对呀，您能帮我治疗治疗吗？没什么问题啊，我刚才看了。哦，对了，你啊，刚拆了纱布，眼睛看东西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模糊。哎，不是，是看得太清楚了。看得清楚不好吗？
这看得清楚，说明没有问题啊。那我还能恢复吗？什么意思？就是恢复到不清楚啊？行啊，那好吧。比如说躺着看书啊，尤其晚上看的时候不要开灯，多玩手机，多打游戏，看电视的时候离着越近越好，最好抱着看。不是想不清楚还不简单吗？孩子，你是不是进错科了啊？他就眼睛不清楚。太清楚了，太清楚。刑警支队苗菲菲，哇，真是警察啊！我是来看看你的。要这样看吗？还带了慰问品呢，拿着，洗过的吃吧。坏了，你没吃怎么知道是坏的呀？而且坏了你得吃，还有这种操作？吃。坏了吧？不是，哎，警察同志，你要没什么别的事儿，就先请回吧，好不好？抓犯人要紧啊！我是来给你讲一下咱们的相关政策的。主动交代，积极配合。这句话你懂，也可能不懂。意思就是说，只要你肯提供线索给警方，将其他劫匪绳之以法。不是什么线索啊？我知道的就告诉你们了。3个人，每个人都戴着面具，有枪，身手很敏捷。没了。钟瑞，你还年轻，只要是想清楚了，你还是有大好前途的。不要因为一时鬼迷心窍，把自己给毁了。来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那天晚上，你都干了什么？不是，我跟同学一起唱歌。怎么去的？怎么去坐地铁去啊几点结束的？11点多。结束之后你为什么不回家？回典当行干嘛？没拿手机呀，警察同志。拿手机干嘛？拿手机干嘛用啊？怎么用啊？发朋友圈呢。怎么发呀？盗图发可以吧？那你怎么回的典当行呢？我走回去的。为什么不坐地铁？地铁末班车没了，然后我想扫单车，也没手机。手机没带，那你怎么发的朋友圈？这不要回典当行去拿吗？警察同志。这么巧，你参加同学聚会就没拿手机。这么巧，你结束之后就非得发个朋友圈。就这么巧，你打开房门就遇上了劫匪。真的这么巧吗？哎，还真就这么巧。庄瑞，你不要心存侥幸，撒谎的后果很严重。不是警察同志，我为什么要撒谎啊？我说一句谎话要用10句谎话来圆，有这个必要吗？我做人很实诚的，而且他们差点把我打死了。所以说啊，
趁早想明白，人家利用完你要杀你灭口，你看不出来吗？不是坏了吗？别吃了。刘经理，您这是？公司的一点心意，让你辞职总比开除好听吧？庄瑞，是我介绍到典当行的。没错啊，就是因为德叔您介绍来的，否则怎么可能只让他辞职呢？而且公司还要给他补偿。哎呀，德叔你也知道，警察可是3天2头来问，为什么大半夜的他要给劫匪开门？这我也想不通啊。就是因为德叔您介绍来的，我们信任德叔，也就信得过小庄。所以啊，小庄啊，这点心意还请你收下，拿着吧。你也知道咱们典当行啊，最看重的就是品行啊。打开门做生意嘛，小庄啊，只好对不起你了。这做人呢，要行得正，坐得端。就比如说德叔吧，啊，德高望重，要手艺有手艺，要德行有德行。哎，年轻人就得多学着点啊。刘经理言重了，还得多谢你对他的照顾。年轻人，别沮丧啊，以后还有的是机会。你以后有的是机会。小庄，德叔，您慢走。哎，哎，德叔，哎，德叔，您能帮我看一下这个把件吗？哦，您看是明代的还是清代的？其实明末清初的界限是很模糊的。啊，你看这个。小瑞，哎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德叔。对不起啊，今天闯这么大祸，害您跑一趟。有长进，学会说客气话了。这1年没白待。来，把这个带上。谁都有流年不利的时候，熬过去就好了。不是，这是您的老物件，我不能拿。这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就是图个好兆头，好吧？听话，拿着，带给你好运。谢谢德叔。你打算怎么样啊？我可能自己创业吧。不管怎么样，反正我会努力再努力的。好，好。自己创业好啊。要说现在创业啊，搞共享经济，
那是一本万利。它的本质啊，其实就在于一句话：弱化拥有权，强调使用权。但你说这概念是新创造的吗？当然不是。其实啊，租房也算是一种使用权。但是像我们这些以前没钱买房的人，现在自然更买不起了，对吧？所以如果没有租房的存在，我们早就滚进深山里头，一个和尚挑水吃去喽。你到底欠人家多少钱20万。？20万。哎，不过啊，我的暂时失败，不代表着共产经济的失败啊。这是世界的大趋势。哎，早入市，早挣钱啊！哎，我说你就别瞎啃那2本破历史书啦，咱们一起创业去吧！啊？那你共享了别人什么东西，别人那么嫌弃你啊？瑞，你学坏了。你怎么学会捅人家伤疤了呢？亏咱们俩还是光着屁股玩大的哥们儿。我还想说，过来跟你搞一下共享经济，啊，周转一下。没想到你这混得比我还惨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东山再起，曲线救国呗。尽快把我那客户的钱给还上。你这么想就对了，我可不想大年30去看守所给你送饺子。其实我手头就有一个兑现的法子。干我们这行的啊，那欠债那都是连环欠。这是我一80多岁的客户抵押给我的，说是传家宝，至少得能值个几万、几十万吧。啊，要不咱潘家园走一趟给买了？哎，你学历史，你给看看。你不学历史的吗？哎，你给看看，看看，看看。怎么样？这就是普通工艺品啊，不值钱。啥？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啊？亏你还在典当行干了1年，这点眼力下都没有。要我看，这就很值钱。哎，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但咱们有钱了，先把你的房租给交了，再把我那个债给还了，绝处逢生。说的就是咱们哥俩。喂，